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未婚夫江少把我的助理带回来，说要跟他结婚，气得婆婆直接给了他一巴掌。助理舒冉泪眼汪汪地躲在江少怀里，嘴角却挂着得意的笑，看得我也想笑。红颜祸水这么给力，计划进展一切顺利，我可不是该高兴吗？但江少作为一个霸总，认为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他有非分之想，我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轻蔑地扫了我一眼，用眼神告诉我他已经看穿了我外强中干的伪装。安有仪，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你识相点自己退婚吧。我配合他的表演，捂脸痛哭道：好，那我现在就走。话说的决绝，但我的小碎步刚迈出去，就配合的被婆婆拉住了。婆婆坚定地站在我这边，冲江少吼道：你要是敢辜负友谊，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江少不能在心上人面前丢了气势，于是很有骨气地撂下狠话：没有人能够左右我的感情，我的心里只有冉冉。说完霸气宣言，他带着舒冉潇洒离开。临走前，舒冉还不忘给我递来一个挑衅的眼神。他以为自己是凭本事抢走了我的未婚夫，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他不过是颗被我利用来激化江少和婆婆之间矛盾的棋子罢了。看到他们不欢而散，我偷偷勾起嘴角笑了，抬头时却红着眼睛跟婆婆说对不起。婆婆心疼地搂着我安慰道：友谊你别怕，有我在就不会让那个臭小子辜负你。我感动地抱着婆婆说：阿姨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就像我妈一样。婆婆身体一僵，颤抖着声音说：那你就把我当成你妈妈吧，我也想要一个你这样乖巧懂事的女儿。我高兴地叫了一声妈，直接把婆婆给感动哭了。毕竟我这一声妈迟到了25年，作为亲妈，她情绪激动也实属正常。婆婆是我亲妈这件事，我是去年才知道的。从小看尽人心险恶，有人无缘无故的示好，令我非常警惕。她大概也没料到我会因此怀疑她。真相很狗血，我妈为了上位必须生个儿子，于是把我换成了同一个产房出生的江少。江少的母亲是个未婚生子的女大学生，瞒着家里人准备生了孩子往福利院一扔，就当作没这回事了。我妈是个狠人，刚生完孩子就能用超能力摆平一切。我和江少就这样被她互换了人生，她代替我成了江家的大少爷，从小要风的风，要雨的雨，而我代替她被扔进福利院，每天为了吃饱肚子讨好福利院的妈妈们。现在我妈熬死了我那个花名在外的渣爹，继承了她的遗产，又想起了我这个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可她不敢跟我相认，就想到了让我成为她儿媳妇的方式，名正言顺地补偿我。她想得很周到，却没问过我愿不愿意。江少一直以为那是场意外，其实是我妈设计把他灌醉的。虽然那天什么都没发生，但我还是配合我妈演了一出捉奸在床，顺利成为了江少的未婚妻，住进江家。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包括我妈。订婚后，我就从实习生破格提拔成了总裁秘书，江少反对也没用，谁让我妈才是董事长呢？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后，江少对我还算满意。但这一切自从舒冉成为我的助理后就变了。舒冉是个特别的清纯不做作的女人，还总能无意间跟总裁擦出暧昧的火花，简直就是霸总言情里的标配女主角。都说祸水误国，舒冉就是我特地给江少挑的祸水。目前看来一切顺利，江少果然是个霸总，前脚跟他妈霸气宣言，后脚就把心上人提拔成了总裁秘书，而我则变成了舒冉的助理。
这熟悉的套路，真不愧是我妈亲手养大的儿子，颇得他的真传。舒冉一朝翻身小人得志，也不再装傻充愣了，整天在公司里颐指气使，首当其冲就是把我使唤得团团转。当然，其他人也都没能幸免，被殃及池鱼。偏偏江少就跟眼瞎了一样，默许他的胡作非为，惹得公司里怨声载道。舒冉是我亲自招进来的实习生，我当初招人的标准，除了要符合江少的审美，就是专挑没脑子的花瓶。舒冉也不负所望，卯足了劲折腾我的同时，还把公司一笔2000万的订单给折腾没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江少第一时间不想着怎么补救，而是跑来威胁我：“安有仪，你必须替冉冉背这个黑锅，否则我就开除你。”江少冲进来的太急，没想到我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正是我妈这个董事长。我妈是听说了我被舒冉为难，特地来给我撑场子的。没想到正好撞上江少跑来威胁我，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气得差点绝过去，二话不说，先给了舒冉一个巴掌，力道之大，直接把人给打趴下了。为了这个蠢货，你竟然想让友谊替他顶罪，你是不是也被传染脑子坏了？江少跟他那个未婚生子的妈一样，是个恋爱脑。心疼地扶起舒冉，冲我妈吼了回去：“冉冉是我的真爱，别说2000万，就是2个亿，她也值得。”于是舒冉的脸也不疼了，抬头与江少深情凝望。多么霸总的台词，多么感天动地的爱情！我妈感动的脸都黑了。作为未婚妻，我这时候当然得有点反应。于是我哭着对我妈说：“阿姨，既然江少和舒冉是真爱，我愿意解除婚约，成全他们。”舒冉的眼睛瞬间亮得像2盏灯泡，看他的样子，可能还想给我鼓个掌。他注定要失望了。我妈不但不答应，还把我提拔成了董事长秘书。他对江少说：“以后公司的任何重大决策，你都要通过友谊跟我汇报再做决策。”看着江少敢怒不敢言的憋屈样子，我顿觉通体舒畅。升职加薪是件好事，我转头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我的金主。魏子玲是对家公司的总裁，一个野心勃勃的真霸总，也是我的金主爸爸。在我成为总裁秘书后，陪江少参加的一场商业宴会上，他一眼就在茫茫人海中看中了我，然后找了个时机亲自跑来收买我，让我成为他在江氏公司的内应。他的原话是：“你看江少的眼神比我狠多了，不如跟我联手合作搞死他。”虽然他眼神不错，但人心隔肚皮，我本来不想答应的，可是他给的钱那么多，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呢。魏子玲顺势约我下班后吃饭，我猜他是想从我嘴里套消息，但看在美食的份上，还是答应了。果然，等饭吃的差不多了，他就开始问东问西，尤其是江少和我妈对我的态度，大概是在猜测我有没有背叛他。最后他直接问道：“虽然我给的钱不少，但嫁给江少后，整个江家都是你的，你就没有一点心动？”我叹气说：“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大饼，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才能让人安心。”魏子玲也不知道是信了还是没信，离开前对我说道：“放心，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这是当然，我也不会亏待我自己，就是不知道等事成之后知道真相，他会不会买凶追杀我。”短短几天，我就从被欺压的小可怜，摇身一变成了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我这人这么小心眼，当然是以牙还牙，开始变着花样折腾舒冉了。文件格式不对，重做；数据不够清晰，重做；阐述不够明白，重做。舒冉刚被折腾了一天，江少就坐不住了，他冲进办公室，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别得寸进尺，再敢欺负冉冉，我饶不了你。从前江少也算是个聪明人，怎么谈个恋爱把脑子都谈没了？我无奈地说。江总说笑了，总裁秘书连一份表格都做不好，不打回去重做，难道还指望我替他做吗？江少被我气笑了。安有仪，你不过是个外人，别拿着鸡毛当令箭，我才是江氏的继承人，你最好记住自己的身份。谁是外人还真不好说，但我确定这个江氏你是继承不了了。我笑着说，如果江总是来替舒秘书求情的，那就好好求我吧，否则我可要公报私仇了。江少也被气得快要绝过去了。舒冉适时出现，委屈愤怒地指责我，我跟阿少是真爱，他根本就不爱你，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他说的那么理不直气也壮，我都怀疑自己真的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我实话实说，因为他是我的未婚夫，而你只是个小三啊。舒冉大受打击，一下子看上去比江少还要严重，仿佛随时都能昏过去。江少这个护花使者被我的出言不逊彻底激怒了，发誓一定要和我解除婚约。为了达到目的，时隔多天后，江少主动回了江家。他威胁我妈，我和安有仪之间你只能选一个，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一个是工具人假儿子，一个是满怀愧疚的亲女儿。我妈两个都想要，于是他把江少囚禁在家里，准备棒打鸳鸯，用500万打发走舒冉。可舒冉却看也不看500万的支票，哭哭啼啼地对我妈说：“阿姨，我和阿少是真爱，你就成全我们吧。”我妈没忍住，直接一杯咖啡泼在了她脸上。毕竟舒冉不是在竞争她的儿媳妇，而是抢她女儿未婚夫的第三者。我妈能对她有好脸色才怪，但舒冉是个有大志向的，任凭我妈如何威逼利诱，也不肯为了500万放弃整个江家。真不愧是被我选中的女人。但这回我妈下定决心，只要江少不松口，就一直关着他。江少干脆绝食抗议。我是挨过饿的人，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有多不好受，当然要让江少深刻体会。自从订婚后，我就住进了江家，虽然不和江少一间房，但阿姨得到我妈的授意，已经把我当成了家里的女主人。我特地吩咐阿姨收拾江少房间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不能放过每一个角落。果然搜出来一堆被私藏的水果零食，我一看都是些女生会买的小零食，就知道这是舒冉的主意了。就是不知道等江少饿得怀疑人生的时候，会不会问候他全家。江少不愧是霸总，硬生生熬到了第3天晚上才昏过去。当他睁开眼睛，看见医生守在自己床边，还以为我妈终于被他逼得屈服了，不由长长的松了口气。可我推门进来告诉他，这一瓶营养液可以维持3天。阿姨说你可以继续绝食，不用怕会被饿死。我说完，把手里的白粥放在床头，在他想要杀人的目光下，施施然离开。笑话，我妈当年连亲生女儿都能舍得扔了，还会舍不得饿他这个假儿子？等一会儿，阿姨去收碗，果然只剩下一个空碗。哎，他怎么不争气点，再多饿几天呢？江少这个护花使者不在，舒冉识相的埋头当鸵鸟，但我怎么会因此放过他呢？我一向会做人，反之舒冉平日里没少仗着江少的是狐假虎威，这下就迎来现世报了。他本来就什么都不会，连被人下套都察觉不出来，工作上频频出事故，别说工资了，他被扣钱扣的得倒赔公司不少钱，眼看着入不敷出，又迟迟没有好消息传来。舒冉终于忍不住找到了江家。其实江少就是饿过头了，调理2天就恢复了。他拖着迟迟不回公司，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舒冉。
毕竟信誓旦旦豁出性命也要让舒冉名正言顺的人是他，禁不住恶半途而废的也是他。所以猛地一看见舒冉，江少下意识的反应竟然是想躲起来。舒冉不可置信地质问他：阿少，难道你变心了吗？江少涨红了脸否认：我没有，冉冉，我心里爱的只有你。可我妈被安有仪洗脑了，就算看我饿死也不肯取消婚约。她咬牙对舒冉说：冉冉，你放心，就算是跟我妈断绝关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你的。公司的股份可都握在我妈手里。江少虽然也有些积蓄，但跟江家的一切相比，那些只是九牛一毛。舒冉可不傻，从他不要500万支票就能看出来是个目光长远的。他立刻劝江少：你别冲动，你们到底是亲母子，你妈不可能真的不管你。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再从长计议吧。然后他可怜兮兮跟江少告状，说自己已经被我扣得没钱吃饭了。江少果然不负所望，立刻意气风发地带他去吃大餐。可惜他们不知道，我从扣安有仪工资的时候就料到这些，早就让我妈把江少的卡都停了。等他们吃完饭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把每张银行卡都试过了，最后委婉地提议让江少用现金支付。可江少的钱家里是从来不放现金的，这下就尴尬了。2个饭店保安接收到收银员的眼神，暗示上来堵在门口，显然是把他们当成吃霸王餐的。用我的卡，我来买单。关键时刻有人施以援手，江少刚松了口气，转头却见好心人竟然是死对头魏子玲，脸色顿时黑如锅底。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把你的臭钱拿开，不要用它来侮辱我。魏子玲取卡的动作一顿，意味盎然地问他：你确定真的不用我帮你付？江少刚想说有的是朋友抢着帮自己买单，就听舒冉难堪地凑在他耳边说：阿少，快点走吧，已经有很多人在看我们了。江少这才注意到周围看好戏的目光，还是决定闭嘴，让魏子玲侮辱了他。临走之前，他恼羞成怒地对魏子玲说：把你的卡号发给我，我会10倍还给你的。魏子玲无所谓地摆手道：不必了，就当我日行一善。说完，魏子玲就留下暴跳如雷的江少上车了。我忍不住在后座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今天是我例行汇报工作的日子，魏子玲已经习惯每次都要被我敲一顿了，主动带来我吃这家最近新开的米其林。可惜碰上倒胃口的人，只能另外换个地方。介于我最近靠着第一手资料有重大立功表现，魏子玲让我自己挑地方，于是我就挑了一家私房火锅。魏子玲看着我边吸溜边吃得过瘾，嘲笑我又菜又爱吃。我不甘示弱道：魏总可能不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怕辣的男人将来肯定怕老婆。魏子玲被我不屑的眼神激怒了，撸起袖子开始跟我拼辣。没想到他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特辣锅也能吃得面不改色。魏子玲在我敬佩的目光下倨傲地说：我妈是四川人，这种程度的辣锅在我们家都上不了餐桌。果然这才是深藏不露的真大佬。江少那个恋爱脑迟早要凉，我得抱紧这根大腿。对于江少来说，钱只不过是卡里的一个数字，从来不存在有没有，只在于有多少。但他知道这是我妈为了逼他跟舒冉分手的手段，所以很有骨气地忍住了。于是接下来的半个月，江少捏着鼻子老实上班，舒冉也争取不被扣工资。他们突然这么听话，我竟然觉得有些寂寞。坚持了半个月，终于等到了发工资的这天。江少的50万工资到账，两人刚到餐厅准备庆祝时，又来了一条扣费短信，是江少那辆豪华邮轮的季度护理费。
正好也是50万元，工资还没捂热，转眼被没了。只剩下舒冉那少得可怜的4000块工资，庆祝是没法庆祝了。对江少来说是有钱饮水饱，反正家里什么都有，他平常也没什么其他花销。但舒冉就不一样了，她就跟所有霸总言情里的苦情女主角一样，有一个好赌成性的妈。舒冉的工资也没能捂热，就被他妈偷走了。她终于意识到江少靠不住，决定自力更生。舒冉的计划简单粗暴，趁着公司周年庆的时候，在我的饮料里下药，再准备好奸夫，等着抓我出轨的现行。我要是闹出这样大的丑闻，婚约肯定是要作废了。他正好趁虚而入，这种场合，我作为董事长秘书，肯定要跟着应酬，喝2杯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也没喝出那杯掺了料的橙汁有什么不对。等我发现异样的时候，已经晚了，身体绵软无力。一个服务生强行要带我去休息，我实在是没力气，连大声呼救都做不到。其他人都以为我是喝醉了，在胡言乱语，没人察觉我在被人挟持。酒店楼上一整层都被公司包下来供客人休息，眼看着服务生就要把我带进房间里，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魏子玲冷冷地问服务生：“你要把我女朋友带到哪儿去？”服务生被看得一个机灵，丢下我转头就跑了。魏子玲把我带进她的房间，她以为我只是喝醉了，没想到把我放在床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搂住了她的脖子。她看见我氤氲的双眼和绯红的脸颊，一下子明白过来，眼神立刻就变了，不但没有拉开我的手，反而凑近问道：“要不要我帮你？”我点头，勉强说道：“拜托你，帮我放一浴缸冷水。”我泡了几个小时的冷水，整个人都跟虚脱了一样，直到天黑了，才终于从浴缸里爬出来。我就这么湿淋淋地报了警。警察很快根据监控把服务生抓来问话，收钱办事的服务生立刻就老实交代了。正在跟江少妖精打架的舒冉被警察破门而入，衣衫不整地带走了。正好跟赶来接我的我妈在警局门口狭路相逢，我妈忍无可忍地暴揍了他一顿。江少想阻止也挨了几下，我在旁边看得痛快，就差一把瓜子，人证物证都在，舒冉没法抵赖，暂时被看守所羁押，准备庭审量刑。江少知道舒冉这次闯大祸了，也不敢劝我妈，只能私下来找我要谅解书。安有仪，你要想让我娶你，最好乖乖按我说的做，要是冉冉有个3长2短，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翻了个白眼，简直无话可说。江少却拦住不让我走，大有死缠烂打的架势。我冷笑道：“找小三的是你，犯罪的是舒冉，我有什么可被你原谅呢？”江少黑着脸，最后做出让步：“只要你肯放过冉冉，并且保证以后都不难为她，我就给你江夫人的名分。”但他紧接着又说：“但我的心永远都在冉冉那里，你休想拆散我们。”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能把脚踏2只船说得如此清新脱俗。我讥讽道：“你可真是个情圣。”江少居然没听出来，一脸沉痛地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冉冉，他肯定会原谅我的。”我连白眼都懒得翻了，告诉他：“听说人只喝水不吃饭可以坚持7天，正好离庭审还有1个星期。你要是能做到，我就出谅解书，怎么样？”江少在长达1分钟的沉默后，扔下一句“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就落荒而逃。看来他上次是真被饿怕了，连真爱都没办法战胜恐惧，那舒冉就只能去坐牢了。最终，舒冉因为唆使犯罪，但并未造成重大伤害，只被判了3个月的刑期。
但实际上他只在派出所待了不到20天，就申请到了保外就医，因为她怀孕了。舒然以为这个孩子是她的救星，是她扭转败局、嫁入豪门的钥匙。可江少都不是我妈的亲儿子，舒然肚子里的孩子自然也跟我妈没关系。她这算是配错了钥匙。那天雨下的就跟依萍找他爸要钱那天一样大。舒然跪在江家门外求我妈让她肚子里的孩子认祖归宗，可她却不知道，只有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才是江家的血脉，她肚子里的可跟江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乱认的哪门子祖宗？我妈铁石心肠，不为所动，但江少看不下去了。他可是要当霸总的男人，怎么能任由自己的心上人怀着孕跪在雨里？江少要冲出去的时候，我妈告诉他，今天要是出了江家的大门，你就不要再回来了。江少很有骨气地扔下一句：妈，你一定会后悔的。然后毅然决然奔向了他的真爱。我在楼上替他们的爱情鼓掌，只希望江少能说到做到，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江少离开江家，自然也失去了江氏总裁的位置。我妈年轻的时候太拼，这2年身体不行了，才把公司全权交给了江少。现在江少为了爱情选择放弃家产，就只能由我妈重出江湖。但她身体不好，很多时候都是力不从心，于是我这个董事长秘书的职权也就越来越大。董事会的意义都被我妈压了下来，她当然相信我这个亲生女儿，我也自然不会让她失望。我们本就是血脉相连的母女，自然越来越亲密，甚至约定将来一起去环球旅行。那段时光简直像是偷来的，对我来说美好的不真实。每天晚上我都舍不得合眼，生怕醒来发现只是梦一场。而江少也在持续关注江氏集团的消息，没有看到公司如他预想中的一样乱套，反而更加欣欣向荣。他终于慌了。江少当初让我妈不要后悔的时候，也不全是凭着冲动，正是因为清楚我妈的身体情况，他才敢威胁我妈。可他漏算了一个我，所以威胁变成了笑话。江少越来越暴躁，他终于意识到江氏离开他照样风生水起，而他离不开江氏就什么都不是。哪怕他名下的几套房产和存款数目已经是大多数人奋斗一辈子也得不到的，可站在楼顶高高在上，俯视众生惯了，怎么能接受自己变成需要抬头仰视的人呢？他甚至不敢开机，害怕跟从前的朋友联系，巨大的落差会让他的狼狈无所遁形。然而雪上加霜的是，舒冉的赌鬼母亲找上门，江少不知情地把人请进屋，然后就被赌债缠上。江少虽然厌恶，但看在舒冉怀孕的份上，一次次都给还了。没想到麻烦越来越大，有了提款机，舒冉的母亲玩得越来越大，直到江少也终于力不从心，第一次跟舒冉发生了争吵，然后吵架就行变成了家常便饭。无论舒冉如何发誓保证下次绝对不管了，但等他妈一卖惨就又心软。直到有一天中介带着人来看房子，江少才知道舒冉竟然偷偷把几套房子的房产证都给了他妈，现在全被输个精光。江少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江少激动之下推了舒冉一把，舒冉正好撞在了尖锐的桌角上，就这么流产了。江少把自己剩下的钱都留给了舒冉，然后失魂落魄地回到江家。但江家的大门已经不再随时为他敞开，他就跟当初的舒冉一样，跪在门口祈求我妈的原谅。他跪了一夜，我也在窗前站在一夜。他在赌我妈的心软，我在赌我妈的愧疚。然而天亮的时候，我看见我妈亲自出去把他带领进家门，然后我妈宣布
江少重新任职江氏总裁，而我又变回了他的秘书，好像兜兜转转，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对江少来说，可能是结束了一场噩梦，对我而言却是美梦破碎。明明这段时间我比江少做得更好，更让他满意，我以为他应该有所动摇，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江少，选择了隐瞒真相，选择了继续委屈我。25年前被抛弃的时候，我没法做选择，但今天的我可以。我妈想把婚期定在3个月后，我同意了，江少也答应得痛快，他绝口不再提舒染，甚至会尽心安排跟我的约会，学着当一个称职的未婚夫。试穿婚纱那天，他问我想好了没有，我缓缓勾起一个笑容，说早就想好了。我还没来得及脱下婚纱，江少就被一个工作电话叫走，只留下我一个人。然后试衣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男人，把我按在墙上，冷着脸说：“你可别说你真要跟江少结婚。”来人当然是魏子玲。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不说话，他终于受不了暴走了。我只是让你打听江氏的消息，没让你真的嫁给江少。我冷冷地说：“魏先生，我们只是钱货两讫的合作关系。你现在的行为已经越界了。”魏子玲看起来简直想掐死我，但她舍不得，最后只能憋着一肚子火落荒而逃。我最后一个人回了家，我妈正在家里喜滋滋地亲手写婚礼邀请函。有一瞬间，我在心里告诉自己算了吧，过去的都过去了。可当我看见邀请函上的名字时，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噩梦里。密密麻麻的恨意不可抑制地在心底滋生。我妈还在笑着对我说：“我想着婚礼上你没有娘家人来也不好，就想请福利院的院长夫妇来，你觉得怎么样？”我也笑着说：“好啊，妈你做主就好。”我妈更加高兴了，天真地问我：“你这么多年一直忙于工作，没能回福利院看看，应该也很想念他们吧？”我盯着他的眼睛回答：“是啊，现在院长妈妈不会再用针扎我了，院长爸爸也不会打我出气了，我还挺想念他们的。”我没去管我妈的脸色如何，自顾自地接着说：“把我的头按进拖地桶里的王妈妈，冬天把我关在外面的杨妈妈，还有每顿只许我吃半碗饭的陈妈妈，把他们也都请来吧。”我妈脸上已经毫无血色，震惊地喃喃道：“这怎么可能？”她以为每年往福利院大把大把的捐钱，就算是间接抚养我了，却从未想过这个世界上还有藏在善意下的阴暗。院长的女儿曾经是我最羡慕的人，她不会跟我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还有穿不完的漂亮裙子和一屋子的玩具。更重要的是，他有爸爸妈妈，摔疼了有人哄，被人欺负了有人撑腰，害怕了有人依赖，这些都是我可望不可及的。我妈把这些都给了江少，因为江少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他当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后来我又给了他那么多次机会，可他一次都没有选择我。我听见了我妈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却没有停下来。我还在笑着说：“还有那些曾经剪我的头发，逼我吃纸喝脏水的同学们，勤工俭学时对我动手动脚的饭馆老板，把所有因为我是孤儿欺负过我的人都请来。”我盯着我妈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让他们都来看看，其实我是有妈妈的，只是她不要我而已，对吗？”我的话说完，我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捂着胸口，一副快要喘不上来气的样子。我没有流一滴泪，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哭得太多，渐渐就明白了，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每一个忍饥挨饿、被人欺负或者是受了委屈的时候，我的眼泪从来都换不来一丝的关怀和改变。
自从知道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的那一天起，剩下的眼泪就在一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熬干了。终于不再对她抱有期望，想说的话都说完了。我转身往外走，身后传来我妈崩溃的呼喊，听起来是那么痛苦，那么可怜。可人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离开江家后，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好像突然获得了自由，却又不知道能去哪儿，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渐渐意识到身后有一辆车一直在跟着我，转头就看见驾驶座上魏子玲的臭脸。自从上次她被我从试衣间气走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现在这样毫无防备的突然见面，难免有点尴尬。我们莫名其妙地对视了很久，最后他烦躁地下车，把我拽进了车里。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对他说：“我不值钱的，绑架也没有人交赎金。”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交。”我愣住了，问他什么？他瞪着我说：“下次如果被绑架了，记得让绑匪打给我，我给你交赎金。”我脑子一抽，突然说了句：“应该让我未婚夫来交。”车里的气温瞬间冰冻，我识相地闭上嘴，在风驰电掣间默默握住了车门上的安全把手。没想到魏子玲最后把车开回了他家，没想到正好撞上他妈亲自下厨炖火锅，更没想到我最后会坐在他家餐桌上一起吃火锅。魏子玲没骗我，上次的火锅辣度跟眼前的比，果然是小巫见大巫。我只能硬着头皮拼命喝水，最后魏子玲看不下去，让人往一边的鸳鸯锅里兑了一些高汤，总算是可以接受了。魏夫人摇头叹息：“小安，你这样不行，吃不了辣是管不住男人的。”魏子玲撇了撇嘴，似乎小声吐槽了句什么，可惜我没听清。吃完饭后，我不好意思再留，魏夫人让魏子玲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最后车停在了江家门外。我问她：“你想要江氏吗？”魏子玲皱眉问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摇了摇头，不再多说，准备下车。魏子玲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她没有转头，目视前方，话却是对我说的：“如果我让你不要跟江少结婚，你会不会听我的？”我挣脱她的手腕，答非所问道：“为了感谢今天的火锅，过2天我会送给你一份大礼。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吧。”我刚进江家大门，一阵轰鸣声伴随着急促的刹车声，江少的车头堪堪擦着我的膝盖停下。江少抓着我就往车上带，我下意识地想要挣扎，却被他的一句话镇住了，呆呆地跟着他上了车。江少说的是：“快去医院，妈要见你最后一面。”我妈心脏不好是老毛病了，不能受太大的刺激。当时她急着出去找我，结果心肌梗塞，半路出了车祸。我曾经以为，如果有一天她死了，我会很痛快或者很痛苦，可现在我却异常平静，平静的简直就像是一潭死水，任凭周遭天翻地覆都不会起一丝波澜。我妈浑身是血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已经放弃了抢救，她真的就是撑着一口气在等我来。我附耳凑过去，听见她微弱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张了张嘴，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没关系吗？怎么可能真的释怀？说我恨你吗？现在好像也不恨了。就在我纠结的时候，江少突然大叫了一声妈。我猛地起身，才发现他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有句话说得很对，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突然之间，我又成了孤儿。我把2份亲子鉴定摆在江少面前的时候，他很平静。他说，我重回江家那天，妈就都告诉我了，这是他的遗嘱，除了江氏10%的股份和2套房子外，
其他的都留给了你。”我愣愣地看着江少，像是突然听不懂他说的每一个字。妈说她对不起你，也没有勇气面对你，所以只能期望在死后得到你的原谅。执意让我们结婚，也是因为他和爸的婚姻失败，让他认为利益捆绑才是牢不可破的。他做一切是想弥补你，希望你能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地过完下半辈子。我浑浑噩噩地走出公司，有很多人在跟我说话，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像是突然被封闭了五感，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我突然想起他临死前说出对不起后的那几秒，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仿佛无根的浮萍，在等一处寄托。或许不必说没关系，或者我恨你，只要叫他一句妈妈就好。脚下突然踩空，我跌进一个熟悉的怀抱里，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我像是解除了情感封印，抱着魏子玲嚎啕大哭起来。我终于能够哭出来了，可是已经晚了。人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我曾想把要江少和我妈的亲子鉴定当作大礼送给魏子玲，让她如愿搞垮江氏，但是我现在反悔了。毕竟我继承了我妈的大部分遗产，包括江氏63%的股份。身为新任董事长，我把公司委托给了江少管理，以后他干活，我坐等收钱就行了。但魏子玲像个影子一样无处不在，追着跟我讨要他的大礼。我真想穿越时空回去捂住自己惹祸的嘴。后来我在机场大厅的显示屏上看到了福利院被曝光的新闻，院长夫妇和多名保育员因虐待儿童等多项罪名被依法逮捕。听着周遭群众的唾骂，相信这些人就算将来有一天能从监狱里出来，这一辈子也已经毁了。我收回目光，正准备去安检，就一眼看见了匆匆赶来的魏子玲。倒不是我眼神有多好，而是这家伙打扮的就像支开屏的花孔雀，让人想不注意到都难。没想到魏子玲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突然膝盖一软就跪下了，还是单膝下跪。然后他从身后变出一大捧玫瑰花，红着脸对我说：“友谊，我喜欢你很久了，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吧。虽然我妈已经不在了，但我还是想完成跟她的约定，出去看看世界。”至于魏子玲，我实在是被缠得没办法了，才会答应带她一起去。没想到她竟然会在机场当众表白，这么潦草敷衍的表白，我当然没有接受。但我是个颜狗，所以最后还是带她一起踏上了环球旅行的旅途。魏子玲好像一点也不怕自己的公司会倒闭，每天除了陪着我吃喝玩乐，就是坚持不懈地进行她的表白大业。在她第27次在沙滩上表白的时候，我勉强接受了。当然，这跟她只穿着一条泳裤的完美身材没关系，我可不是那么肤浅的人，主要是被她的真诚打动了。身为一个富婆，美食美景美人都在眼前，接下来就是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了。直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魏子玲得知我就是那个神秘的江氏董事长后，她悟了，原来这就是你当年说的大礼。老婆，你的良心都不会痛吗？怪不得结婚的时候我签离婚就净身出户的协议你还不同意，所以现在离婚，江氏和魏氏就都是你的了。你该不会骗婚吧？我摸着老公已经悄悄爬上皱纹的脸，笑盈盈地告诉他：“乖，所以你要好好健身，保持身材，公司的事情就放手交给儿子，操心多了老得快。毕竟我是一个颜狗，你要是中年发福了，我可能真的会忍不住踹了你。”老公凶狠地扑了过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宝刀未老。哎，这就是富婆的烦恼。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